老板，麻烦你。你是什么狗啊？拉布拉多。大狗啊，那吃的很快的。现在这种大包装的在做活动，最划算了。小包的你没2天就吃完了，又得来。没事，我不介意常来。来，手机付。谢谢。拜拜。谢谢。你这喝水的就别举杯啦。喝车不开酒。各位，打扰一下，我是本店的厨师长洪峰，几位是本周的第100桌客人，我特意献上一份本店的招牌菜麒麟小酥肉，免费让大家品尝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等会儿，我先拍个照。那我也拍。拍什么照？趁热吃口感会更好。好，吃。好吃。妈呀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小酥肉了。洪师傅，你这道菜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？几位请慢用，祝你们用餐愉快。谢谢。什么秘方？好吃就行了啦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走吧，送你上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大晚上的让人急了色怎么办？走。进吧。哎呀，真温馨。吴龙，龙龙，我想死你了，龙龙。你进我家也不换鞋啊？没事，我很舒服，不用管我。哎呀，思思没在家呀？没有，他这2天排练，都不回来住了。是吗？我先处理2个单子。哇！哎呀，我说啊，这一天累死累活的，能挣几个钱？仓也是肉啊，挣点零花钱呗。你去帮我在门口拿个箱子呗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脚下不是箱子。这箱子都打包好了，快点儿。嘘。哎呀，你又仗着我喜欢你。大的小呀？最小的就行。没比这小的了。对。谁啊？谁啊？门口全是戏友。怎么会着火呢？别过去，别过去，太危险了！把窗户打开。哎呀，怎么办？现在？报警！报警！你去拿水。怎么拿水啊？那都是汽油。来，你给我。你去打湿毛巾，去打湿毛巾，快点，快点！喂，119吗？我们小区着火了，地址是解放路锦华南里，现在2楼全是烟，你们快点过来。看看，没人吧？哎，哪儿去？顾叔，顾叔，干嘛呢？走。不行，走啊！我的话。
快，把他拉走，把他拉走！还有人没出来呢。顾叔，没事吧？陆老师，没事吧？我帮你拿。陆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好路过。我刚才上去的时候，看见门是被人锁上的。来，披一下。老陆，哎，什么情况？他们在屋里的时候，听到外面有人，我上去看到，门是被人用锁链给锁上的。蓄意纵火呀！我们过去看看。我听老陆说你也收到了人偶，本来想晚上来问问你，结果就先出事儿了。不知道人偶谁送的，今天也是，就听到乌龙叫，一开门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没看见人。人偶已经送去检查了，很快就有结果。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啊，或者被人跟踪？没有。行，那这儿就交给我们吧。不出你今晚的住宿，老陆你来解决一下。行。哎，等会儿，小初可以住我那儿。乔先生，这恐怕不行。我们怀疑顾叔是受攻击的目标，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，必须由我们警方来提供保护。希望你理解一下。不是危险，我不怕呀，我那儿地方大呀。不用，那个我住酒店就行。那也不行，现在案子还在调查当中，为了你的人身安全，最好身边有人保护你。老陆是自己人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等会儿，你不是小初，哎，小初，有危险给我打电话啊！铁链上有锁头，钥匙孔里被东西堵住了，应该是来要人命的。只能鼓起口腔了，地面全是水，脚印也留不住了。如果是用汽油纵火，肯定会留下装汽油的容器。这里是2楼，凶手应该不会坐电梯上来，应该是走楼梯上来的。罗队，你看，刚才的血迹，幸好没有沾上水渍。取样吧。一个容器都没有。继续找。罗队，有了。还有这个，有汽油味儿，应该是放火的人留下的。这手套上有血，这哥们点个火还能把自己烧了。先带回去吧，把这附近的监控全部调出来。是。喂，老陆啊，我找到点东西，明天给你送过去。好。基本可以确认是有人纵火。我觉得很有可能跟温泉酒店的案子有关，可以考虑并案调查。有可能，明天见面再聊。好的。对了，思思，你最近回家住吗？怎么啦，姐？我正想跟你说呢。我这一周有排练，所以回不去了。没什么，我就跟你说一声，家里门坏了，这2天要修，你就别回家了。那个，我这2天也不在家住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姐。但是你住哪呀？你别八卦了，早点睡。哎，还真不认生。哎，对了，你睡我房间吧。不行，那怎么好意思？我睡客厅就行。就这么定了，不然我一个人去酒店了。好吧。
只是一场相逢，轻灭了各分西东。为何爱转头成了空？笑容也遮不住眼红，扑朔迷离的心动，跌跌撞撞的心痛，解不开迷雾千重。我爱的汹涌，你走的从容。你留下的家乡，不得天落地亡。你的秘密将什么拼命隐藏？如果没爱过你的光芒，谁会在夜里一直等天亮？天亮。罗队，监控准备好了，放吧。嗯。停，放大。最大只能放到这儿了。还能再清楚点吗？灯光太暗了，角度也不理想，我得处理一下。向后放吧。罗队，就这水平。还有白手套。离开时间也吻合。有意思。假设去顾初家放火的，跟把刘志勇扔到温泉的是同一个人，那根据监控和现场的情况来看，是一个年纪在25岁到40岁之间、身体强壮的男人。但刘志勇最后见到的，和从顾初收到的人偶盒子里的头发检测出来的，却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女人。哟，这是一对 CP 啊，同一伙的。对，很有可能。水瓶和手套送到法医那边了吗？都送过去了，还有顾初家外面的一滴血，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。指纹怎么样？戴手套呢，平衡上指纹找不到。好，我去向陈局申请并案。哎，等等，罗队，你看，刘志勇遇害当天夜里开的就是这辆车，湖里支队昨天夜里发现的。这一场大火，什么证据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只剩下2个真头发的玩偶和一滴血，什么都没有。不对，还有，刘志勇的眼睛为什么被刺瞎？查他的社会关系，把他的底儿给我调出来。好的，我现在处理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我有消息哦，那庞总。好，谢谢。那如果有什么情况，请尽快联系我们。喂，你好。请问您认识沈强吗？那个，您认识庞成吗？喂，请问您认识小沈吗？对。什么？您认识小沈？您把位置告诉我一下，我记一下。又一个用真头发做的，你去找找有没有快递盒子。哎，那个快递盒都在外面呢。这里有你的快递箱吗？啊，没有，我都拆开就扔了。来，坐吧。啊。
别紧张啊。好。你和沈强一直合租是吧？对。你跟他认识多久了？也没多久，我刚搬进来半年。沈强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能跟我说说吗？我也不太了解，我跟他平常没什么联系，因为我经常要出差，基本上1个月就回来7、8天这样。这不是要交房租了嘛，我才打电话联系他的。你为什么会有刘志勇的电话呀？就是上次他喝大了，刘志勇送他回来，我就是那次留的刘志勇的号码的。我知道他们俩关系都还不错。这一次打沈强电话一直没人接，所以我才打电话给刘志勇的。沈强的电话号码给我一个呗。我看看啊。这个。沈强在什么地方上班啊？好像是一家餐馆，叫什么来着？外滩汇。对，沈强是我们的二厨，厨房的采购都是由他负责的。他上一次上班是什么时候啊？前天大前天他就没来上班了。厨师长还跟我抱怨说沈强又没来上班，也没提前打个招呼，电话也没人接。你看，这都3天了，也没个音信的。他以前经常这样吗？不打招呼就失踪？没有，以前顶多是酒喝多了，请个1天半天假的，也不至于找不着人。知道他有可能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他这个人吧，平时不太合群，都是独来独往的，下班之后跟我们也没什么联系。好，麻烦你了，如果有他的消息，马上跟我们联系。好的，慢走。再见。罗队，失踪3天，会不会和刘志勇一样，被人弄死，然后扔哪儿了？但有那还来得及。你好，我们是刑警大队的。你们负责人在吗？我们找他了解点情况。我们经理出去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个快件帮我查一下，看看是你们哪个员工经的手。稍等一下。来，我查看。来，这里签字啊，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单子是3月29号，汪国华。小王，小王，你过来一下。来。你看一下这单子是你记的吧？是我啊，怎么了？你好，我们是警察。你仔细想一下，当时是什么人寄的这个快递？这单子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是个女的，给了我1张100的，跟我找钱的时候啊，人就不见了。城西12，找您把，人呢？来，您看，我还特意在这写了个字呀。后来我想退钱给他，结果电话是空号，怎么也联系不上，所以说对他记得特别清楚。咱这监控平常都开着吧？都开着，都开着呢。看来他知道有监控，把自己捂这么严实。假的电话和地址，应该是事前早有准备。等等，倒回去。左撇子。嘿，这下好了啊，又多一女左撇子，我们这是遇到犯罪团伙了是吧？夜店跟刘志勇一起走的女人，调出来看看。好。看出来了吗？发型和脸型都很接近，身材也很像，应该是同一个人。这女人查到了吗？没戏。我之后去夜店又问了，都说不认识，监控也没拍着证来。那就先找沈强。沈强也是在刘志勇之前收到的玩偶，顾初也是在收到玩偶之后才遇袭的。如果说玩偶是警示的话，
那沈强已经失踪3天了，很可能已经遇害了。喂，你好，新民队。哎，老陆，你说，在玩偶盒子里的头发是女的，去顾初家放火的人的血样是男的，至少2个人。跟我们调查的差不多。有个叫沈强的也收到了玩偶，是个女人送的，可能跟顾初查出来的是同一个人。找到沈强了吗？哪那么容易？我们也想啊。我先把头发跟血样送去库里筛一遍，有消息通知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罗队，怎么了？找到沈强手机了。技术组那边刚刚发来定位，沈强的手机位置一直没变，就在外滩汇金屯路6号，就是这儿。罗警官，你们怎么又？我们要对这里进行全面的搜查，请您配合。这是搜查证。沈强31号晚上11点打的卡，对，就这天是他最后一天上班。应该就这些了。我们的监控在员工最后下班的时候就关掉了，一直到第2天上班才在电脑上重新开启。孙经理，你们有捡到沈强的手机吗？手机没有啊。什么声音？罗队，你来看一下。罗队，还有这个手机，藏在冰柜底下了，关了铃声，我们听到震动才发现的。他让手机开着，就是想让我们找到。萌萌，交给你了。好。手、脚、大腿、胳膊都在，加上最先取出来的头，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尸体，但内脏全没了，应该是被人处理掉了。他和刘志勇都受到了人偶，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，计划周密，手法残忍。尸体都冻透了，死亡时间超过24个小时，头部受过重击，但不知道是不是死因。尸体的切面很平整，斩下去的角度很大很深，不像一般的菜刀，有可能是一把很重的刀。可能是这种斩骨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儿很有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？也不一定，也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分尸，再搬到这里藏起来。这些刀每天都在用，
肯定切了不少带血的肉，上面的血迹很难分辨。但周围的环境可以。这都是人血吗？厨房每天都切肉，会不会有别的可能？除非他们杀的是一整只牛，而且用电锯，在这台面上活给处理了。好了，这就交给你了。厨师长人呢？外面呢？顾初，今天晚上我有任务，要值班，你记得自己锁好门。洪峰，洪师傅是吧？是的，我是这儿的厨师长。你知道冰柜里放了什么吗？我知道啊。哦，你说的那个呀？那个我不知道。那个冰柜平时我们很少打开，里面放的都是一些不怎么用的东西。血腥味那么大，你不知道？警察同志，你也知道，这厨房本身油烟味就大，我这鼻子早就废了，哪还能闻到什么味道啊？沈强31号下班之后，你再见过他吗？没有。第二天，我看到他没来上班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结果没人接。后来我又打了几次，还是没人接。你们早上几点上班啊？我们是2班倒，早班一般6点就到了。我记得沈强那天是晚班，应该是11点左右下班。你们打烊之后，再怎么才能回到厨房啊？厨房还有一个后门，我和沈强都有钥匙。好，如果想起什么来，马上跟我们联系。哎，好的。去后面看看。没有路灯，没有监控，完美的犯罪现场。从监控来看，沈强就是从这儿出来的。他离开的时候，里面还有2个人没走。凶手应该就是藏在这儿，等沈强出来，控制住沈强，等其他人走了，再把他弄进去。那2个人走了之后，沈强又被带进去，进行分尸了。死者头部曾经受过重击，但伤不致死。很有可能是凶手先把死者打晕，等他失去反抗能力，再把他肢解致死。所以死因是创伤性失血性休克。死者脑组织已经冻透了，死亡时间超过24个小时。第一个眼睛被戳瞎，这个舌头被割断，凶手这么做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？还有，凶手为什么要肢解尸体呢？按现场的环境来看，应该是为了方便存放。如果把整个尸体放到冰柜里面，冰柜肯定不够大。那我们发现的这个烟灰，是不是可以说明凶手是一个有抽烟习惯的人？这不是普通的香烟，这个烟叶烧过之后，既光滑又平整，应该是一些质量很好的进口雪茄。那照您这么一说，凶手是一边悠闲地抽着雪茄，一边处理尸体，这也太冷血了吧？对他们来说，死人就是死人，跟其他东西没两样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
我出去一趟，有事打电话。嗯。死因已经确定，是创伤失血性休克，但尸体被冷冻过久，所以很难判断具体的死亡时间。不过从脑组织冷冻的情况来推断，死亡时间至少超过24个小时。根据厨房的监控跟死者的通话记录来推断，死者应该是在3月31号晚上11点到4月1号凌晨5点之间遇害的。死者头部至少受过2次重击，就在这里。很有可能是凶手在死者背后偷袭过他，让他昏迷。另外，死者的舌头被人从舌根割下来，但是割口出血不多，应该是死后才割的。关键是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上一个是戳瞎双眼，这个割下舌头，看了不该看的，说了不该说的。我认为这2个具有仪式感的行为一定跟凶手的杀人动机有关，还有那个玩偶，这其中一定意味着什么。
我认为这2个具有仪式感的行为一定跟凶手的杀人动机有关，还有那个玩偶，这其中一定意味着什么？难道凶手就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吗？还有一样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产于古巴哈瓦那的雪茄，应该是凶手在分尸的时候留在尸体上面的。哈瓦那雪茄的牌子有很多，很多地方都能买到，抽的人也不少，很难追查。不过至少我们知道凶手是抽雪茄的，而且能抽这种雪茄的人，经济条件不错。看来这是一起有预谋的、有针对性的连环杀人案。罗氏，你们要尽快从现在掌握的线索入手，查清楚凶手的犯罪动机，赶在凶手的前面下手，避免再有下一个受害者。这正是我所担心的。凶手的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彭城，我们要尽快找到他。别敲了，别敲了，他家白天没人。不好意思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认为这2个具有仪式感的行为一定跟凶手的杀人动机有关，还有那个玩偶，这其中一定意味着什么？顾初，你在哪里啊？其实火灾那天你就知道些什么吧？我看你一直在打电话。唉，什么都瞒不过你啊。你到底有什么秘密？可以说吗？我原来也不认识他，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他跟我助理范碧君在一块儿。谁让你来公司找我的？我不来公司找你，谁给我钱呢？我不都说下个月给你了吗？我现在手里不要跟我说那些，你上次就我说下个月，我等不了了，我今天必须看到钱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会尽快把钱给你凑齐的。我先上班了。哎，你别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，今天我必须要见到钱，你可别忘了我是谁，我可是小乔总。怎么了？有事儿吗？哦，没事儿没事儿，那个我朋友他过来找我借点钱。你先忙啊，下个月啊，别忘了。啊，您就是小乔总啊，在下啊。从那以后，庞婵还来过公司2次，好像一直缠着范碧君，但是具体为什么我也没问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范碧君给我打电话说急需10万块钱现金，我就从家里保险柜取了钱给他送过去。乔总，这么晚了还让您亲自跑一趟，我叫庞成，上次去过您的公司，还记得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小乔总，这么晚了还让您过来一趟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我朋友，他着急用钱，我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。钱我带来了。这么多钱，你是不是得给他打个借条啊？这
对，借钱嘛，那写借条是天经地义的，对吧？那个，你家有纸和笔吗？没事的，不用了。我们俩都是很多年的朋友了。对，我们俩都是很多年的朋友了。你们先忙着，你们先聊，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我先走了。不是，这都什么人啊？小汉，这人真是你朋友吗？这本来就是你的私事啊，我也知道我不该管，但是我好心劝你一句，这种人你不要跟他来往。我知道了。要不要我给你报警？不行，小乔总，您一定要帮我瞒着。钱我可以慢慢给你，但是千万不要报警，别报警。你是怀疑庞成害死了范碧君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在酒店看到那个娃娃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范碧君。后来又是死人又是火灾，发生那么多事儿，如果这个案子跟范碧君有关系的话，那么庞成的嫌疑一定是最大的。可是我既不认识庞成，也不认识范碧君，他们怎么会找上我，还送玩偶给我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这些事跟你都没有关系啊，怎么会把你卷进来呢？所以，你才想找他来当面对质啊？你想过没有？如果真是他，他杀过人呢。啊。北辰，乌龙，人呢？去遛乌龙啊？乌龙担心你啊，要找你啊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你为什么今天不回我呢？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危险吗？我下午出去办点事儿，手机开静音，所以就不是故意没回你的。没事，回来就好。对不起啊，陆老师。那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怎么了？我可能找到送人偶的人了。哎爸，你最近有庞成的消息吗？没有。这种人你还是少跟他来往的好。没跟他来往。就是最近有些事儿啊，我想找他问清楚。他的事儿，你最好还是少掺和。爸，你之前说他管你借过钱，他为什么管你要钱？一点小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跟范碧君的死有关？为什么要问这事儿？你到底跟他有什么事儿？你知不知道那个王八蛋拿你来要挟我？他说如果我不给他钱的话，他就把你那些事儿全说出去。你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是不能告诉我的呀？米香，有些事情你没必要知道。如果以后他再来找你，你告诉他有事儿让他直接找我。丹，你有没有去看过他？
前2天刚去过。哦，他最近情况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，没什么变化。你最近啊，多操点心，再找个住处，最好是外地的，把他们送出去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走吧。这是沈强在3月29号，也就是咱们现在初步判定的死亡时间的前2天新建的微信群，群里共有3个人：沈强、刘志勇和庞成。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。聊天记录怎么说呀？3个人都说自己收到了人偶，但都不知道是谁寄的，所以建群应该就是想搞清楚这件事情。庞成也收到了。看样这3个人都被盯上了。看这里，刘志勇提起了一件2年前的事情，另外2个人的反应都很激烈。这件事儿是件什么事儿？后面还有吗？没了，3个人好像都不太愿意提起这个。刘志勇、沈强、庞成，他们3个人到底跟什么事情有关？你们先去查一下刘志勇跟沈强2年前在哪儿，都干了些什么。庞成查到了吗？电话早就关机了，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在安徽，应该是他老家，在咱们这个地方没查到住址。大龙，我知道庞成在哪儿了。看情形，乔云笑还有事情瞒着我们。范碧君喜欢角色扮演赵灵儿，而刘志勇和沈强在遇害前都收到过人偶，我觉得他俩的死和范碧君脱不了干系。我们现在有1男1女2个嫌疑人，如果我们假设一下。范碧君没有死。2年前，庞成一伙人威胁范碧君给钱，范碧君没办法，只能装死，让这伙人找不到他。所以，现在回来报仇，应该不会为了点钱就杀人吧？而且怎么解释眼睛和舌头？顾初也收到了玩偶，这肯定不是巧合。按照现在情形看，收到玩偶就是遇害前的警告。那凶手下一个目标有可能就是顾初和庞成。但顾初和前2个受害者没有直接关系，还有庞成，现在失踪的，也可能是已经遇害。哦，对了，我刚翻了一下庞成的朋友圈，他的最后更新时间是在前天4月4号，至少证明那会儿他还活着。对，输王来一统发现的，果然又有一个。陆队，你过来看一下。沙发被动过。露露啊，你得来一下。这么早？云霄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我把庞成和范碧君的事情告诉北辰了。看来我要输给你那个陆法医喽。别开玩笑了，现在已经涉及一起谋杀案，如果我们知情不报，后果会非常严重。我知道，只是现在我自己都没有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。我想等自己先弄明白，再让别人插手。到底什么事情啊？
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交给警方吧。你不是也想早点知道真相吗？出血很少，面积不大，不像是刺伤，像是某一种肢体的冲突。沙发被移动过，有可能是在打斗的时候倒在这个位置，撞到沙发形成的这个痕迹。你看看这儿，看不出什么，像是尖嘴榔头造成的。叫什么名字？杨可，你和庞程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女朋友。那你今天来他家是为什么？我这几天都联系不上他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了。杨小姐，你最后一次见庞程是什么时候？几天前吧，我记得是清明节的晚上，我过来找过他，然后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，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他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前几天还在发微信，但是他没说去哪儿了。这几天给他发微信也不回，打电话不接，然后我就过来找他了。那你认识刘志勇和沈强吗？认识啊，庞程的朋友嘛，但是不太熟，我们就打过几次麻将。庞程在什么地方上班？你应该知道吧？玉图汽车租赁公司。警察同志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急着上班。哦，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。这样，咱们留一个联系方式。好。如果庞程联系你，你通知我们。另外，杨小姐，可能还要麻烦你一下，我们要留一下你的指纹和血样作为调查之用。毛毛，这是你的手机通讯，你帮我盯着点。嗯，收到。你怀疑他？你呢？你怎么看？说话有点紧张，肢体有点不自然，有可能是看到警察，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，我不确定。我察觉到一点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问庞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警察为什么会上门？对啊，按常理说，她见到她男朋友家里一帮警察，应该问个明白。可是她一点都不关心，除非她已经知道庞程的下落了。那他还上去庞程家干嘛？不好说，先顺着线索往下查吧。你们先回局里吧，我跟国超去趟租车公司。嗯，先走了。你好，租车。警察。哎，什么事儿？庞程在这上班吧？啊，是啊，但是他现在不在。你知道他有可能去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他这两天休息。喂，不对，我记得陆法医之前说过，顾初和乔云霄一起找过庞程，对吧？你发现什么了？我在庞程家客厅发现了乔云霄的指纹。如果连门都没进的话，指纹怎么会在里面？乔云霄在撒谎。走，去乔远集团。
这边请。这2位是找乔总的。好，请稍等一下。乔总，外面有客人说是找您的。进来。请。罗队，乔云霄，我们怀疑你跟一起人口失踪案有关，请你跟我回去接受调查。爸，我去配合调查点事情。乔先生，又见面了。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，我知道你认识庞成，说说吧，怎么认识的？就是小初跟你们说那些呗。昨天中午，你和顾初先后去了庞成家，对吗？对。庞成在家吗？不在。你进到他家里了吗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我见过庞成，但是不是昨天。温泉酒店回来那天晚上，我就去找过他，问他人偶的事儿。你觉得是他干的吗？我不知道。他跟我说他也收到一个人偶，但是不知道是谁寄的。我不信，就跟他吵了2句。然后呢？后来我就走了。然后小初家不是出事儿了吗？我就打电话找他，但是一直打不通，所以才去他家找的他。在后面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。为什么每次发生事情，你都怀疑庞成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只是猜测吧。把你和庞成的认识经过，还有你和范碧君之间的事情，再讲一遍。喂。喂，大成，结果出来了，我给你送过去吗？行，快。等着，10分钟。那我过去拿吧。啊。这么着急啊？沙发腿上的血迹和床上的短发证实是同一个人的男性，很有可能是那个庞成。另外，那根棕色的长发和采集的血样完全吻合，是那个叫杨可的。谢谢啊。行了，我赶时间先走了啊。好，谢谢啊。等等。怎么了？脱了。脱？高跟鞋，快！运货顺利啊！罗队，查过乔云霄的手机了，这几天他确实给庞成打过好几个电话，但是只有4月2号那一个接通了。看来他说的是实话呀。我就奇了怪了，到底谁是最后一个见到庞成的人？庞成家和租车公司的监控我们都查过了，这2天没见他出现。另外，范碧君的死亡记录也查过了，没有什么异常。还有杨可的手机，我们一直在监听，没发现他和庞成有联系。大龙，哎，老陆，我终于知道，庞成家墙上那块破损是什么造成的了。你有什么发现？快找杨可。谁啊？杨小姐，我是罗迟，重案组的，白天我们见过。这是搜查证。杨小姐，我们要检查一下你的高跟鞋。杨小姐，你最后一次在庞成家见他的时候，穿的是哪双鞋？上面那2双，但是我不太清楚是哪一双了。应该是这双吧。
你就是用这双鞋打庞城的吧？他现在在哪儿？你最好好好交代，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聊聊。我说，我确实用这双高跟鞋打了庞城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是清明节的第2天晚上去找的他，那天晚上他非要说我跟别的男人有一腿，我不服气就跟他吵了起来。别以为你一天他就打我，不知道，我也还手。你跟谁在一起，我一清二楚。你别没事找事儿啊！我跟谁在一起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的？你昨天半夜不睡觉，给谁发微信呢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就关老子事儿！你敢打我？哎呦，这班能耐的还打老子，臭不要脸！亲爱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滚开，臭娘们儿！没事吧？你说有事吗？我帮你猜一下，这些都是他打的，腿上还有。第2天我就去上班了，也没太在意，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，他都不回我，我就以为他生气了。这些情况，白天你怎么不说？白天你们也没问我呀，你们只问了我知不知道庞城在哪儿，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况且，这是多不光彩的事儿啊！警察同志，我这个顶多算是情侣吵架，不算犯法吧？你们之间的感情问题不归我们管，但是庞城现在失踪了，很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你提供的任何线索都可能对我们有帮助。我知道，我也很担心他。我每天给他发几10条微信，他都不回我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刚才不是挺确定的吗？怎么这会儿又犹豫了？血迹是没错的，他刚才说的和庞城家里的状况也对得上。之前我验过他的血型，和人偶的头发也配不上。他的身材跟把刘志勇从夜店带走的，还有给沈强寄快递的这2个女人都不一样。现在还有一点，我是想不通的。你记不记得，白天他去庞城家的时候，是自己开的门。他去庞城家，没有敲门，直接开门进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知道庞城根本就不在家。还有，他说他去找庞城，那为什么是去他家找？不是去他公司找，他怎么知道他没上班？不是说联系不上吗？他去庞城家根本就不是为了去找人，所以我怀疑他是去找一样东西，一样对他很重要的东西。高进，你现在马上带几个人去庞城家再搜一遍，注意细节，把可疑的都带回去。老陆啊，鉴于你的鼎力相助，我决定先送你回去。算了吧你，前面找个地方放我下来就好。我也就这么一说啊。我们这儿很多车庞城都开过。根据这个单子上显示，他最后一次开042，就这辆。喂，陆队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了，
老戴，有发现。先生，这是庞城的吗？是，这是他的。怎么在这儿？我跟叔叔说过了，来接你。哎呀，小初啊，你还是那么好，跟以前一样。可是你变了，云霄。我知道你不会做什么坏事，我也知道你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但是作为朋友，我要提醒你，我们现在都被卷进这个案子里。警方早一天查出真相，我们能早一天安心。我不想看你的父母每天为你担心。